我们不少的法律工作者朋友啊，都知道，自打2002年开始呢，全国开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那么，只有过了这个统一的司法考试，你才有资格当法官、当检察官、当公证员、当律师。那么，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你过不去就不可能从事这些法律工作者的职务。可是您可能还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被称为小司考的，也叫内部司考，名字呢，全称准确的叫呢在职法律职业工作人员司法考试。这个司法考试呢，他拿到的证件不是我们看到的什么 B 证 A 证啊，叫特 C 证。它特在哪儿呢？这个特 C 证呢，只限于本地内部使用。你拿到这个证，你不能说我在兰州能当法官，我拿着证到石家庄也能当，那不行，就是限本地内部使用。还特在哪儿呢？整个报名的门槛低。我们知道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呢，要求呢得是法律本科毕业，这个呢法律专科就可以，而且录取的分数线呢非常低。更重要一个呢，他面对着所有的是在职人员，你必须是在职人员，因为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呢是面对所有公民，你都能考。可是这个只限于现有的法院、检察院呢在职的工作人员，就有行政编制的你才能考。那么这个事情的出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地方。当初呢，为什么有这小司考呢？是为了解决西部贫困地区啊，法官、检察官长期以来升不上职，我都往别的地方调，过不了司法考试。结果呢，地方的这个司法系统呢，法院呢、检察院呢，人才断档的厉害，流失的厉害。为了保护这地方积极性，让这地方搞个试点，像四川呢、西藏啊，搞一点这样试点。可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这个试点越来越扩大。到今天为止，内部司法考试已经扩大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就都放宽，就等于给这些地方的法律从业者、法院、检察院的人呢，等于多开个旁门，你从这门走吧，准许你过来了。那么我说这28个省市自治区呢，是除了北京、上海、重庆以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它的贫困县都可以这么搞。法律这个行业之内呢，全国范围都应该有存在着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是你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你才能进入法律职业工作者的范畴当中。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也都可以享受到均等的法律服务。可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呢，这些人跟那些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档次和能力要差一块，而且这些地方人就意味着可以不必达到那种程度的法律修为，就能干法官，就能干检察官，就能干律师，就能干公证员。所以这造成了事实上的绝对不平等。这种小司考才是内部考试，不能声张，千万别对外人说啊，咱们里边知道就行了。经常上头打了电话，你们那还有几个没过司法考试的，都来一起考试吧，反正基本来了，差不多都能过去。因为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一开始一般的这个上去的比率10%不到，到2007年以后呢才超过20%，有人还说这都是放水呢。可是这个通过率那明显比20%高多了，甚至有的地方是100%，报几个过去几个。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得从头给大家理一理，这是现实挤兑的出现了这种需求。我们知道1986年的时候呢，全国开始有律师考试，这个律师考试非常严格，乃至一般通过率都不到10%。86年到95年的时候，出任法官、出任检察官的有那么一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就松得很了，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对律师的法律业务水准要求非常高，
相反，对法官、检察官要求很低。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律师呢，已经一点一点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开始剥离出来了，成为进入到市场当中的社会的法律工作者了。所以他必须要求他精通法律。但是法官、检察官当时不用，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下呢，法官、检察官算政法干警，并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不像我们现在的法治观念。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他首先要讲政治，然后才要求你懂法律知识。所以律师的法律知识水准要高，法官、检察官可以这么低，只要你政治上靠得住。但我们今天来看呢，依然有的地方按这套理论要求要懂政治，什么顾大局。那么我明显看到，对法官、检察官、对律师的要求，首先是要精通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后才是考虑到社会的政治大局。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法治社会大家认同的共同准则。可那时候认识不是这样，所以对法官、检察官的要求呢，低于对律师的要求。那么后来随着整个社会法治社会进程的越来越加快，大家意识到呢，法官、检察官一定要精英化，他们必须对法律要非常精通，这样才能起到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所以2002年的时候，一看干脆了，全国统一搞一个司法考试。律师啊、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你想当这4样职业好，那么必须通过这个考试。那么当时统一了，可统一之后呢，我们说这司法考试的水准呢挺高，也挺难。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西部的广大地区，由于社会条件比较落后，司法条件也比较落后，在这里边工作呢，你像贫困县一些个法官、检察官，他的水平并不高，文化素质也不高，长期以来呢没法通过这司法考试，通不过司法考试就升不了职，时间长他不愿干了，我调别的地方去了。结果整个的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贫困县，法官、检察官的人员大量的出现断层，没人干了。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保证中西部地区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了一个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里边就提到要对西部地区适当保护，在司法考试这关适当保护。有的人就认为，正是司法考试门槛提高了，才造成了西部司法人员大量流失，应该在门槛上想办法降低一点。在这之后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有关于落后地区的司法考试要放开。所以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开始到现在3个年头了，西部地区开始关照，就说给发特许证，内部司法考试已经在职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好，到我这儿来考试来，基本上差不多100%都能过。然后拿到这个证件呢，内部使用，现本地区内部使用，然后放宽门槛，你是大专文凭的也可以考，分数低一点我也要，但是必须得在职人员，社会人员不行，必须得是在职的。所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小司考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呢越来越扩大。司法系统呢，一般法院、检察院，他出于照顾自己部门的本身利益，得给自己工作的这些人员着想啊，所以这个试点呢，既然有了，就一点点扩大，一点点扩大，到现在扩展成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说这件事情的存在是好事是坏事？表面上看呢，它似乎使贫困地区的法律系统，就法院、检察院系统人员保持了稳定性，增加了工作积极性，使这一块呢司法领域不至于缺人干、没人干。可是这个事情保住了小的利益，却伤害了大的利益。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出台这样政策，那么这一点往往有可能滋生腐败，而很多地方呢，这种内部思考呢，已经出现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同时，更主要一点呢，它违背了公民的平等权。
就说你放开也可以，你对西部地区照顾也没问题。就像高考，有的地方分就低，有的地方分就高。但是你这应该起码公平的向所有人开放，你不能就像你的法律内部的在职人员开放，只是行政在编的人员，你准许他们降低门槛考，那广大其他的贫困地区的公民就没有这样的资格了。我自己一亩三分地，我自己山头，不能让兄弟们遭罪，小帮派这是。所以这个违背了宪法当中基本的公民平等权，因为法律本身呢，关乎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之内呢，法律是要求有一个恒定的准绳的。你现在呢，有的领域这么高，有的领域降这么低，有的人从正门能进去，有的走后门能进来，有的房顶开窟窿都能掉下来，那么法律的严肃性何在啊？就没有严肃性了，就如同儿戏一样啊。所以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大。这个事情等于呢是部门自己照顾自己的行为，自我逐利的行为，不值得提倡。有人说，那老梁你就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那这样的话，那贫困地区那些法院检察没人干怎么办呢？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就看你想不想干。首先一个是在这些地区，他法院的一些工作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有不少非司法岗位，你比方行政、后勤这些，你可以自由安排他职务吗？他不一定非得是干法律工作这儿。那么法律岗位上，你比方法官、检察官这缺怎么办呢？你别忘了，咱们现在一年全国大概有30万法律的本科毕业生，有22万法律的专科毕业生，有6万多法律在职研究生，博士都好几千法律的。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这多少人？全国现在加起来40多万人。这么多人里边，你想选拔出来愿意到西部或者到贫困县法院去工作的人不难，不是什么困难事儿。不是说这40万人都不想到这个贫困地方去，你要在这里选拔一点不难。问题是这里头好多人呢，他还没工作呢，他就是通过司法考试了。而你到那边你要照顾那已经在编的了，已经行政在岗的了。当然这里头分流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整顿一下我们现在积弊已深的一些司法当中的工作人员的结构呢？越是贫困县，往往这个问题越突出。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些地方法律工作者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流失了，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去。而且在很多地方呢，我们看呢，说实在的，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不怎么重视业务，看对体制的忠诚度？你看咱们现在法院定的这个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解不见得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识，能和稀泥，能说好话，能够把纠纷的实质抓住就够了。所以这个倒和这小司考之间是遥相呼应的。那么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好多基层是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识，你可以设一些平民法官、平民检察官参与这个问题，参与到事实当中、纠纷当中，在调解的时候加大民间调解员的调解力度，也能缓解司法系统、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有的朋友甚至是一些法律工作者都说，奇了怪了，这小司考都3年头了，我怎么才知道呢？其实这个不能怨你，因为咱们有的内部下了这种通知之后呢，特地嘱咐职工不要外传。你比方说什么四川的这个检察院系统啊，甘肃的法院系统都曾经内部下过文，就说这种小司法考试给特 C 证，大家通知一下内部工作人员，到时候到哪去考试，我要告诉不得外传，都有这样纪律的。但是这样的事呢，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关注一下各个地方他这个司法系统通过的一些文件，你会能发现很多蛛丝马迹。比方你现在打开有的地方政府工作网站，你经常能看到，比方这一年我们的完成的成绩，比方多少人通过了司法考试，有的人参加了内部司法考试，获得了 C 证，如何如何的。就是好多地方呢，一开始作为试点，
这个试点呢，本身我们大伙都知道，这是违背法官法跟检察官法的。你降低门槛上去，那法律里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不少部门，尤其是法院、检察院，他作为这部门，他能不知道违法吗？那自己这样部门违法，他就得遮着瞒着，不好跟外面说，说出来这玩意不好听啊。所以告诉大伙，千万不要声张，不要声张。咱们内部说白了，有点像什么呢？这我举个例子，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某个单位用公家钱给大伙搞福利，不该分的给大伙分，比方赶个年节了，分点烟的、酒、副食什么的，把公家钱花了，他必然得告诉大伙问声发大财啊，偷摸领完拉倒了，别声张。其实，在某种程度跟这个性质差不多。部门为了照顾自己系统的职工搞的。当然，我说这个呢，首先着眼于解决贫困地区的这些人员的问题，法律人员的问题。所以你有时候你看看不少的这个法院、检察院各个地方高院，他那个尤其西部地区的那个工作网站，你能在网站上发现这些蛛丝马迹，遮着、瞒着、藏着。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呢，上头可能来个通知或者打个电话，你们单位谁没有通过考试呢？资格是得大专以上学历啊，在职人员啊，在编的啊，外边人不行。通知你让你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考完就拉倒了。所以咱们现在有不少，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法律工作者，有不少还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呢是推到贫困县一级，在西部地区不少省份贯彻的，东部地区都是贫困县的，就是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都是这样。所以有的呢，你在大城市里工作，你做过一个律师、法官，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而这些呢，在我们政府一级的文件当中都能找到。我说过，2008年12月份，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问题改革，这一块里边就规定过，说过这事儿。然后今年呢，咱们全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有过类似这个，就是在文件里说明白，为了照顾什么什么，然后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内部司法考试。所以这个在内部呢，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所以我说，现在像这些办法搁起来，都是解决贫困地区司法人员大量流失的这样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而现在呢，通过照顾自个儿人，然后呢，用特许证的方式降低门槛，降低整个法律工作者的门槛，来实现这个事儿。结果会造成什么？一个是法律服务质量越来越低，越贫困地方越没有更好的司法服务，进来就能考，进来就能考，考了就能过去。结果这个地方也跟有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似的，里边出现了很多营私舞弊的现象。所以我们等于照顾了一部分人，却要由全社会背负上这样的代价，最终的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这法律小思考，咱们国家有必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把它取消了，然后采用呢更加细致的治标又治本的办法，来解决贫困地区这个法律系统工作人员的这种大量流失，能够解决这个地方保持稳定的司法系统的工作的连续性。所以我倒觉得在这方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做，而且也有办法做，完全不必采用这样可以说饮鸩止渴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啊，播得非常火，名字叫《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里边呢就写了这个报社的女记者小米和一个北漂的男青年叫金亮的妇产科大夫，两个人呢结婚了。可是这个金亮呢，外来人呢，他这个小米的母亲宋丹丹演的，就看这个外来的女婿啊，包括他的一家人不怎么顺眼，左挑鼻子右挑眼的，弄得这个女婿啊和这个丈母娘之间很难处。这个剧播出来，大伙看着挺新鲜，为什么呢？其实你看他说的是岳母和这个女婿之间关系，其实说的是婆媳关系。因为以往我们看到有关婆媳关系这样的电视剧啊，你看的太多了，有点看腻了。这回一下子换成了丈母娘和女婿，你觉得新鲜。其实骨子里边说的就是婆媳关系。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看看，
像宋丹丹演那个老丈母娘那样的不多，但是像宋丹丹表现那种婆婆样的可非常多。像这种岳母女婿关系的很少见，可是像现实当中像这里面类似的婆媳关系的反而倒非常多见。所以我说这个剧很讨巧，他抓住了大家呢对婆媳关系家长里短的关注，但是表面上呢又用岳母和女婿的关系来替代，让你看着新鲜。所以我说这个剧呢有它独特的地方。那么其实说1000道10000，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千年下来纠缠不清的一个话题。这老婆婆儿媳妇怎么这么难处？你看天底下说老婆婆儿媳妇等于进了门了就跟亲娘俩似的。可是我说实在的，我在现实当中没看着过一对婆媳处的跟娘俩似的。最典型的，女儿要跟娘家妈打仗，吵的都不可开交，说再不见面了，没过几天打断骨头连上筋。女儿惦记着妈，妈惦记着女儿，没问题。可是婆媳之间呢，不用说打仗，一句话说中了都记一辈子。这咱们生活当中有体会的人恐怕不少吧，咱们观众里边。所以我说这婆媳关系怎么就这么难处？你看古往今来，我们以前学这个语文课有一个首诗叫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无离徘徊，说的这个娇重情刘兰芝，刘兰芝跟自己丈夫诉苦，3日断5匹，大人顾闲迟，就是我这3天我织了5匹布，老婆婆就你妈还说我织的慢呢。什么原因？不是说我织的慢，君家妇难为，你们家这儿媳妇太难当了。这等于是儿媳妇控诉老婆婆迫害自己。那反过来呢，也有不少老婆婆说儿媳妇不好的。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常见，有些老婆婆凑在一块儿，往往就容易交流，我们家那儿媳妇不行，你们家那儿媳妇怎么着。反正这个事儿咱一看，这可不是一面官司两面官司，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为什么婆媳关系难处呢？咱们可以给大伙分析分析。你看这个家庭里边作为一家人其实是2趟线。哪2趟线呢？一个是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你看父亲儿子、母亲儿子、兄弟姐妹这个婆婆和儿子这个岳母和女儿这都是血缘关系。那么还有一种是基于夫妻关系结成的婚姻纽带，你比方婆婆儿媳，夫妻2口子，岳母和女婿，这是由于本来双方没有血缘关系，由于有这个夫妻关系，由婚姻建立一个纽带。那么血缘关系是打不散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可是婚姻关系就不行，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是2口子。再何况婆婆儿媳、岳母女婿呢，那就更远了。所以没有这种血缘关系做纽带，它其实就如同我们跟朋友相处，跟领导同事相处一样，你让我1尺，我让你1丈，互相之间得知冷知暖，互相尊重，这关系才能好。要有一方打破这平衡，这关系没法好。所以婆媳关系难处跟不是血缘关系要像外人一样相处，这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咱们具体分析分析婆媳关系难处在哪儿。咱们刚才说婆媳关系比这个岳母女婿关系难处，他这女婿作为男人，整天要在外边跑跑颠颠，在家里待的时间反而不多。而婆媳不行，经常要有共用空间，互相交叉。咱们都知道，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锅碗瓢盆叮当乱撞的，你都在一个槽子里吃饭，这是难免的事儿。那么婆媳关系难处在3个层面。头一个层面呢，我说就是利益纠纷、经济纠纷。其实你说婆媳之间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有多大利益纠纷？都不是大利，都是鸡毛蒜皮那点小事。我举个例子，咱们看了黄海波和海清演的《媳妇的美好时代》，
这不是黄海波演的叫于卫，他父母离婚了，他父亲又再婚，所以于卫呢有个亲妈有个后妈。作为毛豆子来讲呢，就一个亲婆婆一个后婆婆，俩婆婆他谁也惹不起。你比方说这猪肉挺好，分成2份吧，给亲婆婆送一份，后婆婆送一份。这怎么一样啊？啊，这还不一样。这亲婆婆挑眼，这个是你这你送我这没有给你后婆婆那好啊，来挑她毛病。送到后婆婆那，后婆又说我不爱吃猪肉，你把这猪肉给我员工吃吧。你看好心没落着好报，稍不注意2个婆婆都开始奚落他。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小个利益纠纷，可是就容易一下被放大。那怎么处理这事儿呢？这里边这个老公于卫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当着自个儿妈一个劲儿说自个儿媳妇不好，他不行，他岁数小不会出事，他不是，你得原谅他。当自个儿媳妇又得说自个儿妈不好，背着自个儿妈了，我妈岁数大糊涂了，你得原谅他。你看这样的男人好，虽然为难一点，但是基本做到一碗水端平。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没办法，家庭相处啊，有的时候你就得撒谎，就得说些善意的谎言。所以头一个经济纠纷容易造成婆媳矛盾，第二个这个地域文化不同。你前一个说经济纠纷你能调和，地域文化呀，它不是一天两天。有的人一生活都几十年了，在某个地方待时间长了，或者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那可不容易调和，需要双方一步一步的去拆解。你看咱说这个地域最典型的双面胶那个电视剧太典型了。这个男孩呢是东北牡丹江，从那儿来的。这女孩胡丽娟，地道的上海媳，男孩亚萍是牡丹江的。俩人这么过吧，磨合着还没事儿。可是老公公老婆婆一来坏了，这老婆婆李冰琦演的嘛，来到这个上海了，她这个生活呀不一样，地域文化不同。你比方这老婆婆坐出租车，一看一个劲儿蹦字儿，哎呦那心疼啊，疼的不得了。回到家里头呢，老公公抽烟，这儿媳妇就看着这烟灰要掉下来，把我这弄脏，把餐桌布都烧着了。而这老婆婆一看屋里这沙发这餐布都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第二天按自己审美习惯都给换了。你说这还儿媳妇能愿意吗？结果一开始还互相让着，时间长了那就是矛盾一点点爆发，谁也不肯往后退步，都认为自己呢对。说咱们说这个人做事在道德上你能判断他好他坏，那你说生活习惯你能说谁好谁坏？我整天弄得一尘不染，谁坐一下都不行，有洁癖，说这不好，那脏了吧唧的东西乱放就好吗？就是你很难判断哪种习惯是绝对好的，所以谁也不肯让步，就容易出问题。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双面胶到最后说这个老婆婆也要去世了，临死前要看个孙子一眼，再看个儿媳妇一眼，还算是一个大伙能接受的。可原著不是这样，原著里极端到什么程度？就因为这个事影响的，夫妻矛盾越来越大，最后亚萍把丽娟给打死了，自己进监狱。你看看，就所以这种事儿啊，它不是个小事。你再说这是地域，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你从文化上来讲，它更是如此。《媳妇美好时代》里边，这不百涵演这个婆婆曹新梅吗？毛豆的屋里放一个外国裸体女人的油画，这艺术作品呢？哎呦，她婆婆看不了了，赶紧搁衣服给挡上，丢人呢。你看，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这方面是很难缝合的。他为什么有这段呢？这是演曹新梅这个演员跛涵一段亲身经历。他呢出去拍戏去，然后回家一看呢，自个儿这个儿媳妇在家。他这儿媳妇吧，80后小年轻呢。你说过去女人保守，穿的遮严实实，现在这女孩恨不能多露点呢，展示自己的青春靓丽呢。可是老被人看不惯，他儿媳妇往那一蹲，腰就露出来了，保安赶紧拿衣服给盖上。他说你干啥？我怕你冻着。你看两辈人弄得不亦乐乎的。
就是这种文化上差异也是婆媳关系难处的。再有第三个就是对孩子容易出矛盾。那我指的是两种，第一种呢是这儿子不管多大，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呀。对待自己儿子的态度上，咱们有不少的老婆婆偏心眼儿。怎么偏心？自己儿子是儿子，人家的儿媳妇就觉得这是你进到我门来就该伺候我儿子。你看《媳妇美好时代》里有那么一段吗？那不是这个婆婆一进来一看，于卫在那干活，在厨房里做菜，毛豆子在那嗑瓜子看电视，他受不了了。其实这个也是老演员百涵生活当中真实经历。他出去拍戏挺长时间没回来，一回家一看，自个儿儿媳妇翘着二郎腿，嗑着瓜子，指挥自个儿儿子拖地，到厨房做什么？他儿子还不争气，还真是听媳妇指示干活。完了，他受不了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儿子呢？你怎么当的媳妇儿？跟儿媳妇掉脸子，结果俩人挺长时间都没说话。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就是在围绕着这个儿子的问题上，因为这对婆媳两个人在争一个男人，其实这个话题倒司空见惯了。这人还有第二个，对待真正的下一代，就第三代上，这教育问题，就是两辈人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你隔辈亲有时候容易溺爱，你要深说了两句吧，老辈人不愿意。老辈人管孩子也是管的方法不对了，这个作为当父母的也不乐意。你看过去老辈人喂孩子吃饭，我就见着我经常把东西在自己嘴里嚼碎了再喂给孩子。你现在你要当爹妈的看着爷爷奶奶这么喂，能不能愿意？这都不能愿意。还有极端的，你看双面胶里边展示的那个胡丽娟儿媳妇海清演的，为了坚持母乳喂养呢，早晨上班之前呢，把奶挤到奶瓶里搁冰箱冻上。可是他老婆婆觉得孩子早晚得断奶，你这样不行，他一走就把他那母乳倒来，再加奶粉喂孩子。结果这事俩人彼此也不沟通，结果一旦发现事情真相，这就开过仗，家里就打乱套了。所以这个都是对待下一代问题产生的巨大分歧。那么我列举了这么多例子，有的观众朋友说你老梁你聪明，你给我出主意怎么解决这问题？咱们从电视剧里还能找着答案，可以从反面找。你看《媳妇美好时代》里有那么一段，这毛豆子觉得跟自己婆婆太难处了，他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就问不少人，最后得个锦囊妙计，把婆婆送敬老院去了。这一下通马风波。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个解决之道？你反过来想，真是这么回事。有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香。这个婆媳俩人离远点啊，这事就好处了。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说，我们叫一碗汤距离，什么意思？两辈人住的呀，一碗汤，就我把这边一碗汤弄热乎了，我给你送过去，还没凉呢。这个距离既能照顾老人，又避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磕磕碰碰这些摩擦，这是有道理的。而且你见的少了有好处。这儿媳妇一见着婆婆呀，哎呀，婆婆好，给你买这买那个，老婆婆净念叨她好。你要天天在一块儿，有好也有坏，她天天念叨你坏了。总也不见面，一见面，一方在这哪怕是假的呢，都能装像，这就好处。总在一块儿，没有舌头碰不着牙的，记的都是坏处。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们就能买这么大房子，我们家就这么大，爹妈不跟我们住怎么办呢？我没那条件呢。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个婆媳关系怎么处？我再给你出一招，这我以前在别的节目里也说过，我觉得挺有道理。就是婆媳之间什么关系呢？婆婆要把媳妇儿当学生。你说这老师教学生怎么教？你真有点问题了，老师能不吱声吗？得吱声。可是学生不是自个儿孩子，你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你打学生骂学生，现在有人管也违法。也就是说，婆婆在儿媳面前要有分寸，也要讲礼貌。不要以为这是我家，我儿子家，我仗义，媳妇哪不对我就得说就得骂，那是不对的。那个不是你家里人，跟你有分寸感，你得拿他当学生去处，这可能会更好处。
那么反过来，儿媳妇怎么看婆婆呢？儿媳妇要拿婆婆当领导，这什么意思呢？你在单位怎么对领导？领导说错了，你得溜须。哎呀，领导说的真好，哎呀，领导真厉害，领导能力真强。你对你领导十之八九得这样吗？你敢实话实说吗？如果儿媳妇对待婆婆像对待领导一样，都往好听的说，都哄着，那天底下没哪几个领导不愿意听别人说好话的，婆婆也是如此。所以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您听我一句话，婆婆把儿媳当学生，儿媳把婆婆当领导，这个关系才好处。